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众所周知，熬夜的危害极大，除了会变丑、脱发和长胖以外，还会给身体带来各种的健康问题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睡得越早，身体越好。然而，一项权威的研究却颠覆了过往的说法，睡得越早，居然死得越早。这种说法靠谱吗？一、权威研究，睡得越早，死得越早。早睡早起一直是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但是近年来却有研究颠覆了这个说法，睡得早反而会增加死亡的风险。一项发表在权威杂志《睡眠医学》的流行病学研究指出，早睡和晚睡都有较高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，但早睡的人死亡风险竟然比晚睡更高。研究团队对全球20多个国家超过11万人的睡眠作息进行了为期9年多的调查，按睡眠的时间将参与者分成3组。早睡组的睡眠时间是晚上6点到10点，正常组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0点到12点，晚睡组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2点后。结果发现，与正常组相比，早睡组和晚睡组的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较高，分别增加了 29% 和 11%。 也就是说，早睡的人比晚睡的人更加的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事件和死亡。难道早睡早起对身体好是个伪命题？看到这里，晚睡的人群也别太高兴，因为这项研究的本身存在很多的问题。首先，在样本的选择上就存在不合理。这项研究虽然涉及了21个国家，但各个国家的参与者在3个组中的人群分布不均等。如研究调查的是欧美和非洲国家，且样本的取舍上存在问题。人均寿命较短的非洲集中在早睡组，占比接近 93%， 但寿命较长的欧美发达国家只有 28.5% 是在早睡组， 17.5% 是在晚睡组。换言之，就是非洲的人均寿命拖了早睡组的后腿，所以睡得越早死得越快的说法并不完全的靠谱。二、超30万亚洲人的研究，每天睡7个小时最有益长寿。既然早睡或者是晚睡都更容易导致死亡，那到底每天睡多久才更有意义寿命呢？日本癌症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以亚洲人为研究样本，调查了睡眠时长对人寿命的影响，并把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期刊上。该研究发现，每天睡7个小时和全因死亡、心血管风险、癌症风险最低。研究人员筛选出超32万分别来自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的志愿者，进行了为期14年的调查。按照睡眠的时长划为6组，分别是睡眠少于5个小时、睡眠为6个小时、7个小时、8个小时、9个小时和超过10个小时。研究结果显示，在全因死亡的因素中，男性睡眠为6个小时时，全因死亡风险最低，而在女性的群体中，7个小时睡眠时长的全因死亡风险最低。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与7个小时睡眠时长相比，睡眠时长超过10个小时，全因死亡风险最高。此外，男性群体当中，以7小时睡眠时长相比，其他睡眠时长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显著相关。最后，综合计算多种风险因素后，该研究得出每天睡7个小时最有意义长寿，睡太久或者是睡太少都不利于健康。3. 人睡3觉命比纸薄，3种觉越睡越伤身。睡觉也是一门大学问，俗话说人睡3觉命比纸薄，这种说法其实也有一定的科学性。常睡懒觉、饭后觉和情绪觉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。一、睡懒觉。懒觉到底是个怎么的定义的？怎么才算是睡懒觉？一般来说，正常的黄金作息
应该是晚上11点睡到早上6点，1-2次晚点起床影响不大，但经常在早上8点钟之后起床都是睡懒觉。不要以为睡久一点很舒服，这个坏习惯可能会酿成大麻烦。美国著名医学杂志 JAMA 曾发布一项包含了256万人的调查研究显示，睡眠时长超过8个小时，全因死亡的风险直线上升。如果熬夜，那通过晚起1点是否会有效？上海失眠专科主任、武汉神经内科主任都表示，想要通过睡懒觉来补觉是不行的，而且会引起内分泌失调、激素分泌失衡，引发胃炎、消化道的疾病。2. 饭后觉，饭后没有消食就去睡觉，会引起积食。这时候身体消化食物很慢，大量的食物没有消化完全，引起胃液分泌失调，严重可能会引起胆液、胃液回流和损伤食道，长期以往诱发胃癌和食道癌等。3. 情绪觉，带着情绪来睡觉对身体的危害很大。生气的时候很容易损伤乳腺、甲状腺，引发相应的疾病。此外，在中医里面还有个怒气伤肝的说法，生气本来就会损伤身体，要是睡着了，意识不自主的，更加的难以控制。尤其是患有高血压、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，很容易就会诱发中风等的心脑疾病。所以说，睡觉前最好平稳情绪。由此看来，睡觉确实是一门学问，你睡对了吗？4. 长按2个穴位，坚持下去，或能帮助你更快的进入梦乡，睡得更加的安稳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睡补。睡个好觉可谓是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法了，但是有个时候想睡个好觉实在是太难了，比如想睡又无法入睡，辗转反侧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2个助眠的小妙招，特简单，睡前就能做。睡前按2个助眠窝，让你一夜睡得香。中医讲究辩证，失眠的穴位按摩也不例外，需要通过辩证不同原因，相应按压不同的穴位。1. 三阴交穴，若是由气血亏虚、阴阳失调引起的失眠，可以按摩三阴交穴。三阴交穴在足太阴脾经、足少阴肾经、足厥阴肝经3条阴经交汇之处。睡前顺手的按揉三阴交穴，可以健脾益血、调肝补肾、安神助眠。三阴交穴在小腿的内侧、内踝尖上3寸、胫骨内侧缘后际。我们可以用拇指按在三阴交穴位上，其余的4指放于小腿外侧的胫骨旁，拇指做环形按揉，并配以点按法，双侧同步操作，由3到5分钟即可。2. 神门穴，专治压力大导致的失眠。神门穴就在我们手掌上的侧掌，神门穴位于手腕的关节手掌侧，此侧腕曲肌腱的桡侧凹陷处。神门穴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，临床上经常用于心慌、心悸和失眠的治疗。现在很多人因为各种压力导致的失眠焦虑，白天总想睡觉，但晚上又睡不着，就可以用按摩它的方法来治疗。用大拇指进行轻柔按摩，手法缓慢，力度由轻到重，每次按摩3分钟即可。每天晚上临睡前按摩1次。失眠这个问题，只要用对了方法，其实也能事半功倍。在使用按摩疗法的同时，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所谓心静自然凉，有一颗宠辱不惊的心态，也是缓解失眠的一个良好的辅助手段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